路飞抓着卡塔古力进入到镜世界，反手打碎了通向桑吉号上面的镜子。这样一来，卡塔古力就无法回到桑吉号上威胁到他的同伴了。看起来，路飞也感受到眼前这个敌人和他之前遇到的都不太一样。即便自己失手打不过他，也要阻止他回去袭击伙伴。卡塔古力的格局和气度也确实和路飞以前遇到的敌人不一样，他丝毫没有小看路飞。作为四皇副手，卡塔古力从一开始就看出来路飞是个危险人物。虽然他很鲁莽，但是能让大马海团使出如此攻势的人屈指可数。如果放他出海，无异于放虎归山，未来便成为大马海团的最大威胁。好在现在自己的实力在路飞之上，完全有把握在这里干掉路飞。其他的属下都在嘲讽路飞是个傻子，居然自己敲碎了玻璃，把自己逃命的出路给封死了。但卡塔古力知道这就是船长路飞的格局，但从这点来看，此人绝非池中物，一定要在这里干掉他。路飞大吼一声：“我绝对不会输！”卡塔古力霸气的回应：“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人上有人。”路飞率先发动攻势，冲到卡塔古力面前，连续出拳。卡塔古力轻松躲开，路飞无论怎么出招都打不中卡塔古力。卡塔古力轻轻一拳头将路飞捶倒在地，他很疑惑，叫嚣着自己不会输的人就这实力，就这。路飞开启二档，想在速度上取得优势，但是依然击不中卡塔古力。卡塔古力甚至对他说道：“如果我认真躲，你永远都打不中我。”路飞又是一顿无脑输出，卡塔古力躲的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就算路飞接下来准备偷袭，他都能预感得到。路飞利用破坏镜世界的墙壁产生的烟尘做掩护，冲到卡塔古力面前一顿鹰枪乱打，看似击中了卡塔古力，实则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卡塔古力躲过路飞的攻击，靠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见闻色霸气。路飞看似无脑输出，实则也是在试探卡塔古力的见闻色霸气强在哪里。在战斗方面，路飞还是很有头脑的。路飞打了一阵后，发现有点不对劲儿，卡塔古力好像没有躲开攻击，而是防御了下来。路飞停下了手头的动作，这才看清楚卡塔古力的身上有无数的年糕变化出来的手臂。路飞的鹰枪乱打拼的是速度，以极快的速度产生手臂的幻影，造成很多拳头的假象。但是卡塔古力这招可是实打实的手臂，他学会了路飞的招式，在路飞的招式上加入了改良，输出效率更好，对敌人造成的威慑更大。卡塔古力驱动自己无数条手臂，对着路飞一顿鹰枪乱打，把路飞摁在墙上狠揍一番，整面墙都被打得破裂，就连卡塔古力的手下都看不下去了，实在是太残忍。路飞招架不住，惨叫一声倒在地上。路飞跳起来，开启二档后又是一顿输出，卡塔古力一顿躲闪，而速度快的几乎消失，凡人的眼睛根本无法追上。路飞一顿操作后没有打中卡塔古力，反被卡塔古力压制。无奈之下，路飞咬住自己的指头。卡塔古力预测了一下，这小子接下来要比拼力量啊！果然如卡塔古力预测，路飞吹起两个巨大的拳头，这就是当年打败凯撒的那一招灰熊冲。两个巨型武装的拳头攻向卡塔古力，卡塔古力站在原地，脚尖都没有抖动一下，用自己手臂发挥年糕的力量，变化出更大的两个武装色拳头，将路飞的拳头挡了下来。路飞失去重心，卡塔古力抓住路飞的胳膊，将他狠摔在地上。路飞跳起来换脚攻击，这次是巨人战斧，而卡塔古力却变成了比他还要大的脚，将路飞一下子砸在了地上。路飞能做到的，卡塔古力也完全可以模仿，而且比路飞的招式更厉害、更强劲。这种敌人实在是太棘手了。另一边，纳美等人成功逃出了大马海豚舰队的攻击范围，在一处安全的海域降落。桑吉号前方天空，一大片浓浓的乌云正慢慢飘过来。纳美轻声说道：“要下雨了。”布鲁克私下寻觅一番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佩德罗怎么不在？是不是和路飞一起去了镜世界？”一句话沉默了一整船的人。加洛特愣了半天，接着紧紧抓住自己的帽子，低下头失声痛哭。纳美走到大家的中间，将事情的经过和布鲁克乔巴说了出来。乌云很快遮蔽了整片天空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稀里哗啦的雨声盖过了娜美的声音，却无法掩盖这让人心碎的真相。布鲁克听完娜美的叙述，第一次失控跪倒在地，一边痛苦一边猛捶地面。如果我能死守住桑吉号，佩德罗就不会；如果我们能再强一点，再强一点，再强一点就好了。乔巴哇哇大哭，虽然佩德罗不是他们的伙伴，但是也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。短短几日的相处，让大家看到了佩德罗勇敢无畏、重情重义。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战友，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战友。大雨落在大家的身上，落在桑吉号的狮子头上，桑吉号仿佛也在哭泣。该哭的是敌人，我们绝对不能自乱阵脚。掌舵的慎平突然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，布鲁克悲痛难耐，站起身来要和慎平吵架。他认为慎平对佩德罗的死一点忧伤之感都没有，不就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短，没有感情？慎平沉喝一声，打断了布鲁克：“我是说不要松懈，保持紧张。”慎平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声音里带着忧伤和无奈。这里可是穷途末路的海岸，这里就是这样一个绝望的地方，要随时做好献身的觉悟。这是佩德罗的光辉时刻，因为你们的到来，敌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害。对于君临新世界的四皇来说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态。正因为你们的强大，才将大妈逼到这个境地。你们的伙伴佩德罗不是说过吗？前进！
大家听到慎平的话，混乱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，擦了擦眼泪，看向慎平。这就是慎平的能力，不愧是同样做船长的人物，关键时刻肩负起照顾全员的担当。慎平称赞路飞是一个看重大局的人物，他在一瞬间就明白了佩德罗的用意和整个战斗的局势，所以他才会和卡塔库里一起进入镜世界，采用独自应敌的对策。卡塔库里可是超过10亿的悬赏犯，路飞此举可谓孤注一掷。一切还没有结束，这里还在万国托兰特的境内，这个国家的海贼女王大妈终会追过来，四面海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敌人的战舰，所以在逃出大妈的地盘之前不要松懈。慎平一番话彻底激起了大家的斗志，逝者已去，幸存下来的人还要活着，如果在这里被击垮，就太对不起为了他们而付出生命的佩德罗了。布鲁克捡起帽子，已经平复了情绪，乔巴变成人类化，嚷嚷着让娜美指挥接下来的行动。娜美看了一眼地图和手臂上的指针，接着夜观天象，预测马上会有强风袭来，于是指挥慎平右满舵。慎平领命后，奋力向右边转动船舵。渔人出身的他对于海流再熟悉不过，掌舵实在太合适了。接着，娜美指挥乔巴控制右舷，布鲁克则去动力舱加满可乐。加洛特擦了擦眼泪，自告奋勇代替佩德罗做全员的瞭望兵。桑尼号在大家的配合下，很快乘上顺风，向山治所在的巧克力岛靠近。来了，是敌船6点钟方向。站在瞭望塔上的加洛特看到前方敌船后，立即向全员通报。从望远镜中，加洛特看到从桑尼号后面追过来的不仅有敌方的舰队，还有暴走大妈，而且那个暴走悍妇分别是从海上走过来的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再仔细一看，加洛特看清楚了，原来大妈的脚下是用糖筑起来的垫脚，大妈在一个会移动的糖块上行进，而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差点将乔巴和布鲁克置于死地，佩德罗舍命也没有炸死的佩罗斯佩罗。加洛特从望远镜中看到佩罗斯佩罗，愤怒的浑身发抖，泪流不止。明明佩德罗把命都搭上了，这个家伙。佩罗斯佩罗心里也憋着一股子火，差一点就被人炸死了，放谁身上谁也不高兴。他用糖果给自己做了一个假的手臂，虽然手臂可以用糖果代替，但是这份屈辱和伤痛，佩罗斯佩罗绝对无法忘怀。以后余生，每个喝热红茶的午后，看着因为杯子的热量而融化的手臂，我都会想起那该死的美洲豹的脸。现在我该怎么折磨他的同伴才会消消火呢？山治这边正随着戚风和布林赶去巧克力岛，布林因为太过紧张和害羞，无法和山治同席而坐，自己卷在飞毯里面。路上，戚风和山治分享了罗拉的事迹。别看罗拉那副样子，他可是做巧克力的能手，是前任的巧克力大臣。只是罗拉走了以后，巧克力大臣的位置一直空缺，公认技术出众的布林也一度拒绝担任巧克力大臣的职位。在布林的心里，他认为无人可以代替罗拉姐姐的位置。很快，三人就看到了巧克力岛。山治此时也变得正经起来，忘记了和布林打情骂俏，一心只想赶快登岛，完成结婚蛋糕。好巧不巧，飞毯经过一片大海的时候，正好戚风的父亲乌奴在海上的一个小船里。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一次自己的女儿。他奋力挥手喊叫，飞毯很快掠过，戚风根本没有听到乌奴的叫喊声。三人很快到达了巧克力岛的上方。为了不让戚风被怀疑，布林将戚风戴上手铐，这样看起来戚风就像是被威胁着来做蛋糕一样。布林将山治藏在飞毯里，然后在城镇中着陆。他和巧克力岛上的警卫解释道，戚风并不是谋反者，而是被她的丈夫胁迫的，真正的犯人是贝基。大家都很喜欢布林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狗狗们闻了闻飞毯，发现异常，躲在里面的山治吓了一跳。布林赶紧岔开话题，要立即进入工厂里完成蛋糕。巧克力岛的负责人告诉布林，已经按照他的要求部署好了厨师、食材、工具，只等着他来亲自指挥。布林在群众面前继续扮演着自己善良、可爱、美丽动人的形象。群众们都只知道个皮毛，在他们得到的消息里是草王他入侵国家，破坏了婚礼，新郎山治是个叛徒，而布林是婚礼的受害者。这样一个可爱又可怜的姑娘，现在还在为拯救这个国家而奋战在第一线，简直让人忍不住为她而倾倒。布林为了不让大家看到山治，嘱咐众人千万不要痛快工厂。随即，布林用自己的能力重组了厨师长们的记忆，把自己和山治结婚的记忆植入到了他们的脑子里。这样一来，山治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和他们一起制作蛋糕了。工厂内部，戚风将藏在飞毯里的山治放了出来。山治交给戚风一张设计图，这是结婚蛋糕的设计图。山治只看过一次，而且连吃都没吃过，就能完全的将蛋糕的材料、尺寸、造型记在心里，烹饪实力可见无敌。山治潇洒的抽上一支烟，得意的说道：“我只是通过味道记住了而已。”厨师长们看到山治的设计图后吃惊不已，这可是总料理长长面包花了1周的时间才做出来的配方。早就听闻山治的厨艺一流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还有厨师长跑过来吹彩虹屁，直夸这个蛋糕是夫妻俩做出来的，意义非凡。一听到夫妻这个词，布林的头顶就直喷热气，幸福的晕倒在地。山治自然而然地挑起来重任，成为众人的总厨师长。他给所有人都安排好了任务，命令大家务必将烘焙蛋糕和制作巧克力的时间控制在2小时40分钟以内。这可是在和时间赛跑，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容马虎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提高效率，山治还想到一个对策，就是在蛋糕烘焙完毕后，将蛋糕放在船上，运输的途中进行冷却、装饰等工作。在海上和被大妈追杀的桑尼号会合前，完成蛋糕的全部制作流程，这样又可以节省许多时间。开始料理吧！
山治一声令下，大家纷都散开去做各自的工作。山治挽起衣袖，露出了少见的认真表情。就让你们看看我的进攻料理。佩罗通电话中联系上了卡塔库利，二人各自通报了两边的情况后，佩罗对路飞一顿嘲讽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路飞被嘲讽的激起斗志，颤颤巍巍站起身来。卡塔库利转过身，用见闻色霸气预知到了路飞接下来的攻击，还是老一套招式，真是有点无聊了。路飞跳起来，先是一顿向前乱打，不出所料被卡塔库利全部躲开。接着卡塔库利猛出一拳，将路飞打倒。这小子的出招又慢又没力度，根本没有一个要素能打赢自己。除了无脑输出和吵闹的咆哮，他还有什么呀？卡塔库利开始对路飞产生了鄙视，看来自己刚刚太高估他了。一个船长都这副德行，船员什么样可想而知。卡塔库利对着路飞一顿年糕乱打，路飞被无数的拳头捶了一顿，身体站都站不稳了。卡塔库利失去了和路飞决斗的兴趣，当即给波利下令向草帽团的海贼船放火箭，直接烧了了事。卡塔库利的弟弟妹妹找来另一个通向桑尼号的镜子，看样子应该是仓库里的镜子。波利拿起镜子让弟弟妹妹们直接放火，波利想要阻止，却被卡塔库利一拳头摁在地上。你不是要和我单挑吗？草帽路飞。此时的路飞已经遍体鳞伤，而卡塔库利依然是满血满状态，双方实力差距显而易见。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